不能顺了，要是浑浊，要尽快转剖复查，否则就会宫内感染。家属在吗？顺转剖必须家属签字才行。我给他们打电话。苏黎，什么事儿啊？奶奶，快把手机关掉！小姨的演唱会马上开始了，不能打电话。妈，我羊水提前破了，要顺转剖。奶奶，小姨出来了，别和妈妈说了。好，不说了啊。有人来吗？多久能到？我老公今晚出差回来，他肯定能来，他能来。喂，爸爸，是妈妈打来的吗？看一个演奏会，她一直打电话进来，吵死了。陆景轩，你出差回来，第一件事不是关心临产的妻子，是去看别人的演奏会。苏黎，你怎么打电话又不说话？哎呀，还不了解他吗？爱你爱的死去活来的，整整6年了，像个狗皮膏药一样，天天赖着。这怀了孩子更是烦人，肯定是打电话过来烦你的。有什么话等演奏会结束之后再说。陆景轩，你一句想要女儿，我忍着经历过一次的痛苦也要给你生2胎，你却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挂我的电话，丝毫不怀疑我一个临产的人出了什么事。医生，我自己签字可以吗？不行，这万一出了事，这后果，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。好吧。6斤3两的女宝宝很健康，长得真好，宝宝以后就叫暖宝，好吗？陆暖暖吗？这名字真好听。他爸爸也不在乎他，又何必跟他姓？叫苏暖暖。6年了，为了一个不爱我的人，在鬼门关走2遭，就算是瞎子也该清醒了。陆景轩，我们离婚，抽空把手续办一下，儿子归你，女儿归我，从此以后我们两清。小姨，俊宝最喜欢你了。是吗？那小姨和妈妈，俊宝更喜欢谁呀？更爱小姨一丢丢。不过小姨可千万不要告诉妈妈，不然妈妈会哭脸的。小姨也最喜欢俊宝了。俊宝的诞生很不容易，孕反持续了整个孕期，生产时大出血。出生的时候俊宝身体不好，还是高过敏体质，任何事都是我亲力亲为。哭啦，宝宝。到头换来一句最喜欢小姨。我尊重婆婆，爱护丈夫，珍视儿子，一颗心都不在这个家上。我以为一心一意对这个家就能收获幸福，真是可笑。这群捂不热的心不要也罢。这一次我不会再管任何人，我要给暖宝全部的爱。我的小公主，我自己来养。老师，实验室那边还缺帮手吗？小黎，我没看错吧？你终于想通要回来了。我决定回来了。
好，好，你可是我最器重的学生，实验室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谢谢老师。以后我再也不会重蹈覆辙，为家庭牺牲事业。楠楠，相信妈妈一个人也能给你最好的生活。苏黎从来不会挂我电话，在忙吗？志轩哥，今天我的演奏会大获成功，要不然我们一起去庆祝一下吧？好耶！恭喜小姨！哎呀，婉婉，你可真优秀。是了，演奏会开始之前，苏黎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但是信号不好没听清，我再去打一下。啊，姐姐是怪你们来参加我的演奏会了吗？都怪我，我当初就不应该回来。哎呀，你说的什么话呀？婉婉，你才应该是我们陆家的儿媳妇儿，是苏黎啊抢走了你的身份。好了嘛，少说几句。我说的有错吗？要不是婉婉啊小的时候走丢了，苏家伤心过度，才从孤儿院里夺了苏黎，否则他那个孤儿院的赝品，给咱们陆家提鞋都不配。没错，和静轩哥结婚的本该是我。喂，你说什么？苏黎生了？辛苦了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们都不知道你生了。生孩子很痛吧？你看你的脸色那么憔悴。苏黎，你哪天生不好，非要今晚生，抢我的风头。要不是你，这会儿静轩哥肯定在给我庆祝了。你装够了，姐姐！来，苏黎，你干什么呀？我们又不是故意不来，今天晚上可是你妹妹的演奏会，你人没事，你干嘛不停的打电话呀你？不就是生个孩子吗？你都2胎了，经验丰富着呢。你人不是好好的把孩子生下来了吗？干嘛这么矫情啊？那你是怪我不该今天晚上生我？还有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是好好的生下来？苏黎一向温顺，今晚怎么这么反常？算了算了，阿姨，姐姐也是刚生完孩子，她心情不好，别怪姐姐了。小姨，今晚我给你呼呼。妈妈，错怪小姨了，把小姨的手都打红了。俊鹏，自从小姨出现之后，你就只关心小姨，你有没有想过妈妈也会痛啊？女儿呢？哇，是妹妹，跟小姨长得一样漂亮。啊，真的吗？那是我拼命生下的女儿，跟苏婉婉有什么关系？我们陆家的呀，第一个小孙女儿，起个什么名字好呢？起好了，叫熙然，小名是暖暖。起名这么大的事儿，谁让你擅自做主了啊？可以，陆熙然，挺好听的。谁说要姓陆了？她是我的女儿，姓苏，叫苏熙然。还有，陆静轩，我们离婚吧。妈，我们陆家的孩子怎么可能跟女姓呢？哎呀，你还敢威胁我儿子跟我儿子离婚？哎呀，我看你真是疯了个鬼！你们吓到我女儿了，你给我出去！你居然赶我们走！哼，姐姐，再怎么说，阿姨是你婆婆呀，你怎么这么吼她呀？苏黎，你生孩子我没能及时过来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我们现在不都来了吗？你就别闹了。你觉得是我在闹？陆景轩，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们的女儿被吓哭了吗？就算你不在我这个产妇，那我们刚出生的女儿呢？她可经不起吓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知道你辛苦了，但妈和婉婉也是出于好心才过来的。够了！既然你比起我们女儿的安危，更在乎这些虚情假意的外人，那你也出去吧。苏黎今晚是怎么了？这是他6年来第一次冲我发火。
清轩哥，其实姐姐是因为刚生产完，情绪不能太激动。既然姐姐不想让我在这儿的话，那我走就是了。哎，婉婉，不关你的事儿，你别走。是他矫情，让我好好教育他一下。行了吗？苏黎是刚生完孩子，情绪失控，才迁怒你和婉婉的。你们先出去，我跟他谈谈。清轩哥，你刚从外面出差回来，那么辛苦，听了我的演奏会，休息了半个小时，现在又要照顾苏黎姐，你也太辛苦了吧？还是婉婉懂事儿，不像有些人上不了台面，看见我就烦。我们走。苏黎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你也太过了。是吗？那你知不知道，刚刚我一个人在手术台上，连个签字的人都没有，差点一尸两命。什么？我不知道情况这么危急。够了，该说的话我已经在短信里说过，你不必在这假惺惺的对我好。什么短信？你没看手机，也是，你忙着看人家的演奏会呢，哪有时间看手机啊？没看见，那我就再说一次，陆敬轩，我们离婚吧。俊宝归你，暖宝归我。等我出了月子，就去办手续。苏黎，你再生气也不能拿离婚来开玩笑。我没开玩笑。行了，你刚生完孩子，我可以当你说的是气话，不会有下一次。你早点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不被偏爱的人就活该受罪吗？就连提离婚，他都不相信我是来真的。但是陆敬轩，这婚我离定了。小黎，老师上次接完你的电话，听你话里的语气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你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？老师，我没事，就是刚生完二胎，还在医院呢。等我出院，就去实验室报道。什么？你在医院？哪家？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得去看看你。妈，原来演奏会开始之前，苏黎就生了，还给你打了电话。哎呀，那也不能怪我呀，那谁知道她预产期提前了呢？那再说了，生孩子又不是这么大事儿，更何况她都二胎了，不是？可是什么呀？你又不是医生，就算你去了呀，也没什么用。那更何况现在这不也没什么事儿吗？对不对？哎呀，那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呀？这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？这几天我公司有点忙，辛苦妈给她找俩护工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奶奶，生宝宝很痛吗？妈妈生我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痛？一点都不痛，你妈呀，就是故意骗你呢。还说啊要离婚，她一个养女离开我们陆家，她都没地儿去，还吓唬谁呀？是吓唬，非找护工伺候她，小的美。奶奶说的肯定是真的，妈妈一直哭，真矫情。妈妈，俊宝明天不来医院了，生宝宝一点也不痛。妈妈，你别这么矫情。如果是小姨的话，小姨肯定不会哭的。这就是我10月怀胎，养了6年的儿子。若是以前听到这些话，我真的会内耗难过好久，但现在已经不伤心了。俊宝，妈妈也想爱你，想陪你长大，可妈妈的心也是肉做的，以后就让你喜欢的婉婉
静轩对我的态度，你审是放不下的。陆静轩和儿子，我通通不要。喂，陆先生，你是刚生完孩子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这万一出了意外，又没有人按呼叫铃，你身为她的丈夫，好歹过来照顾一下吧。好，有等会儿。陆总，今天有2个会，需要帮您去了吗？差点忘了，这2个会我们筹备了好久，不能去。已经让妈给苏黎找护工了，应该没事。反正是2胎了，苏黎应该也有处理经验。走，开会要紧。陆先生挂了，他还说开会要紧，哪有这样当丈夫的？女人哪天要是彻底伤透了心，她后悔都来不及。真是。快看，这是钟伯清教授。哦，是那个燕京医院肿瘤科的名医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一把手，钟教授。是啊，据说他的学生都是人中龙凤，随便单拎一个出来都是3甲医院主任级别的水平。哦，钟教授为什么会来咱们妇产科？老师，当年我打算培养你当实验室的接班人，然后我就可以光荣退休了。你倒好啊，怀了孕竟然退出了实验室，而且一走就是6年。亏你还记得我这个老师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害怕你以后再也不想见到我。嫁给渣男你就不怕啦？我听护士说你生2胎差点宫内感染，他们家一个人都没人来。为了这种人放弃自己的大好前途，值吗？以前是我被猪油蒙了心，现在我清醒了。谢谢老师还愿意要我。我这是惜才，害怕珍珠被埋没了。你听听，宝宝都赞同我的观点。宝宝，宝宝，哈哈，真乖。快看，这就是妈妈的老师。等你以后长大了呀，一定要记得这个白头发的老爷爷哦。哈哈哈哈，宝宝乖哦，真可爱。小黎呀，老师的实验室永远都为你留着位置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随时欢迎。不过咱可说好了，回来可就不能走了。不走了，我准备离婚。陆总，您刚开完会就急忙赶过来看他，他知道肯定会很高兴的。苏黎情绪失控，可能会影响孩子，来看看他，说不定能让他快点好起来。离了也好，你那么多师兄呢，随便挑一个都比现在这个强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实验室啊？等我出了月子，暖宝满100天，我就走。啊？喂，婉婉，怎么了？静轩哥，我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受伤了，家里没人，你能不能来看看我？我马上就来，等我。陆总，那太太……反正我妈给苏黎叫了护工，她有人照顾，不会有事的。婉婉那边比较重要。妈，你来一趟医院给苏黎送饭。婉婉受伤了，我要去苏家。知道了，你先过去。苏黎那边你不用操心。嗯。脚还疼吗？好多了，金轩哥，谢谢你把我接到你们家里来养伤。这个花是送给我的吗？我好喜欢，谢谢金轩哥。算了，你喜欢就好。哎，
景轩哥，啊，我这个腿还是好疼，你再多陪陪我好不好？姐姐那边有伯母还有护工，应该没有关系的吧？也是，妈和护工都比我有经验，能更好的照顾孕妇，不必我操心。哼，谢谢静轩哥。这种手段也许对之前的我有用，但现在的我只会让我觉得可笑。谁会跟你抢一个垃圾？放心吧，陆俊轩以后就都是你的了。嘴硬，苏玲就等着瞧吧。要不是你碍事儿，这陆太太的位置本来就是我的。请问，我还需要多久能出院？你这剖腹产最快也要等到排出恶露之后，再观察3天，别着急啊。3天，我不想再等了，明天我就想出院。苏女士，你这怎么自己在排恶露啊？你不疼吗你？哎呦，疼，他还能忍。毕竟我能靠的只有自己了。我这第一次看产妇自己排恶露的。苏女士，你老公可真够渣的啊！你生孩子不来陪产也就算了，这一来就跟你吵架，现在连出现都不出现了，连饭都没给你送。他现在忙着呢，忙着照顾一个外人。我曾天真的以为可以用温情慢慢融化陆景轩这座冰山，直到苏婉婉回来，我才明白，有些事不是努力就能有结果的。爱人之前要学会爱自己。这6年的爱，就当喂了狗了，陆景轩。从明天之后，你我再无关系。怎么忽然感觉心里空落落的？不知道苏黎有没有吃上饭？打个电话问问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难道他已经睡着了？小少爷，你就吃一口吧啊！怎么回事？先生，小少爷想吃太太做的布丁水蒸蛋，可是家里只有太太会做。家里的事，难道少了苏黎就没法运行了吗？再说了，一个水蒸蛋能有多难？可是太太做的真的很不一样。没想到，一个小小的水蒸蛋，他竟然也这么用心。仅仅是水蒸蛋，太太对家里的大小事情都非常认真，尤其是你和小少爷的事情，她每一件都是亲力亲为，从不倦怠。我反倒觉得是苏黎姐姐太仔细了，
把俊宝给养刁了，他才会挑食的。俊宝呀，你把这碗蒸蛋吃掉，小姨给你奖励好不好？你不是说你好久都没有吃巧克力了吗？给你。可是妈妈说俊宝吃巧克力会过敏。哎呀，吃一点点没事的。那谢谢小姨。你说的对，俊宝高敏感又爱挑食，是苏黎太惯着他了。以后这爱挑食的毛病也该改改了。妈，苏黎今天怎么样了？情绪稳定吗？哎呀，今天怎么叫这么好啊？啊，他好多了。啊，姐姐，她是二胎，肯定会照顾好自己的。金轩哥，你就不要再担心了。哎，这把你怎么了？好难受啊！这会儿这怎么了？哪是肺炎？怎么了？快叫救护车！都怪我，我不应该给俊宝吃巧克力的，我不知道会这么严重。婉婉，你别自责了啊！你也不知道俊宝吃巧克力过敏不是？啊，庆轩哥一定觉得我不如苏黎，不行！哎呀，你说俊宝生病生的这么严重，佣人应该已经告诉苏黎姐了，他怎么到现在连个电话都没有啊？真是太狠心了。确实没打。以前他最关心俊宝了，哎，现在连个电话都没有。哼，果然是有了小的不要大的呀。妈妈，喂，苏黎，俊宝过敏住院了，你给他打个视频吧。既然你们都陪着，我就没必要了吧？你怎么能说出这么冷漠的话呢？俊宝是你的儿子啊！所以呢，是我害他过敏进医院的呢。你一个做父亲的，俊宝什么能吃，什么不能吃，你不知道吗？就算不是你害的，你也应该关心他呀。关心他，我关心的还少了。做饭交给佣人就好了。那怎么能行？俊宝是过敏体质，你也经常熬夜加班，肠胃不好，你们的一日三餐我都要亲手做。随你们。陆景峰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能吃巧克力！你下次再被我发现偷偷藏巧克力，1周的零食都没有了。妈妈，我讨厌妈妈。巧克力而已，苏黎，你对俊宝太严苛了。我这是为了他好。俊宝今天已经看了半个小时的动画片了，得睡觉了。妈妈讨厌鬼！哼！我关心他，关心你，可有谁关心过我呢？我怎么没有关心你了？我为你做的还不够多吗？陆景轩，你们放我一个剖腹产病人在医院，没人看护，没人端茶倒水，也没人送饭，更没人帮我做产后护理。现在居然还有脸问我这种话，够了！俊宝所有的忌口的食物，我会整理成表格，你最好打印出来贴在家里，以后不要再来问我了，我不会管的。以后是什么意思啊？爸爸，俊宝想跟妈妈说话。妈妈，俊宝生病了，能多看1小时动画片吗？随你便。太好了，妈妈以前都不让我看太久动画片，今天终于不那么讨厌了。讨厌？放心吧，以后想看多久就看多久。还有陆景轩也是，想跟苏婉在一起，跟我也再没有关系了。
苏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真不打算回家了？苏黎，我还真是小瞧你了，故意装的不在乎，引起静轩哥的注意是吧？姐姐应该是觉得今天是我把俊宝带到医院的，所以他吃醋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吃醋？放心吧，她好不容易嫁了咱们陆家，变成陆太太，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呢？妈妈也真是的，比我还幼稚，我还以为她不要我了呢。妈妈是刚生完孩子，脾气确实越来越古怪了。惯的她。陆景轩，你从来都觉得我高攀了你，料定我不会离开，可这次我非走不可。苏小姐好。你们是？苏小姐，教授说，既然您着急离开，不必等明日，他已经为您安排了最好的月子中心，我们来接您。老师居然还为我准备了这些。不仅如此，还雇了经验丰富的月子宝照顾宝宝，还有2位阿姨负责做饭、打扫卫生和照顾你。苏小姐，您是老师最重视的行业人才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有人视我如草芥，也有人视我如珍宝。告诉老师，我苏黎定不负他所托。苏黎，你刚生完孩子，我可以当你说的是气话，不会有下一次。你早点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往事暗沉不可追，来日之路光明灿烂。从今天起，就是我苏黎的新生。幸好啊，俊宝没事儿，今天就可以回家了。金轩哥，苏黎姐的病房好像就在走廊尽头，你不去看看吗？不看了吧，天天都对着妈妈那张脸。反正明天我们就来接她回家了。听俊宝的吧，苏黎最近脾气越来越怪了，不过生孩子确实很累，希望她回家之后能够收敛一些。今天就算了。这人的背影怎么这么像苏黎啊？不对，苏黎才刚生育，没这么快出院。可我心里怎么这么不安？走吧。我还是去看一下苏黎吧。你担心他干什么呀？是啊，金轩哥，苏黎姐肯定在病房啊。爸爸，我们走错了吗？妈妈呢？没走错。护士，住在这个病房里的人呢？你就是苏女士的丈夫吧？丢下剖腹产的妻子，不闻不问的，连饭都不给吃。现在他都出院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什么？妈，怎么回事？我本来是打算送的，但是李太太吧说裴太太回国了，想一块聚聚呢，所以我就算了，有护工在。护工？苏小姐一直是一个人啊。妈，你没找护工啊？哎，季轩哥，你就别怪伯母了，他们不是故意的。再说了，你看这医院有护士，有月子餐，苏黎姐她没事的。就是，那就算我怠慢她了，她也不能一声不吭的带着孩子玩失踪啊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这是苏黎第2次挂我电话。爸爸，我们是不是来晚了？妈妈是不是已经回家了？对，妈妈应该是回家了。什么？苏黎到现在都没有回来？是。爸爸，妈妈生了妹妹之后，是不是不要我了？不是的，你妈妈只是还在生小姨的气。
可是姐姐就算再生气，也不能把暖宝带走啊！你说这暖宝这么小，他可经不起折腾呀！贱人，故意藏着孩子不让我见，我孙女儿是3长2短，饶不了她。这套房子是我爸留给我的，一码就设置成你的生日吧，以后估计也没什么机会住的。我知道他在哪儿了。新密码已经发给你们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敲门都不能开。知道了。密码错误，请重新输换密码入。了？密码错误，苏黎请重新输入你到底。什么意思啊？苏黎，苏黎，苏黎！哎，让让，堵住人家门干什么？老人家，这是我妻子的公寓。这就是小黎那个渣男老公？你说这是你媳妇儿家啊？那你怎么进不去啊？走开，别在这儿杵着。小黎，是我，开门。啊！老师，等下门开了，你快进来，别被外人给混进来了。苏黎，你把我当外人？知道了，放心吧。已开锁。苏黎，你赌气也该有个限度。住院护工没安排到位是我的问题，我给你安排了新牌月嫂，请你回去坐月子。你赶紧给我回去。他到现在还觉得我离开了他陆家，离开了他陆静轩会过得很惨。我在你眼里真是太失败了。这位先生，业主举报你私闯民宅，请马上离开。算了，她一个没有收入的全职太太，过不了几天就会自己回陆家。哼，总算把这个苍蝇赶跑了。哎，站起来干什么？赶快坐坐。你这提前出院，身子虚，得多补补。谢谢老师。还有啊，6年前你提出那个胃癌研究项目被你师兄们完善了一下，奖金100万，前阵子刚发下来，这是属于你的。不用了，我只是提出概念，做研究的都是老师和师兄们，这是你们的成果。等我出月子回实验室，我自己做项目拿奖金。好吧，不愧是我看中的学生，但这是你应得的，拿着吧。对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大律师，保证让你离婚成功。跟陆静轩离婚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正好需要一个能力强的律师。老师真是正好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。爸爸，妈妈在后面吗？妈妈，过几天回来。跑什么跑呀？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？你妈妈呀，不只有你一个孩子，她呀，现在都不要你了。妈妈是不是不愿意回来给我做饭了？对呀，你妈妈呀，带着你妹妹偷偷跑出去玩了。她已经啊，不愿意回来了。妈妈找来了妹妹就变心，妈妈别回来了，我讨厌妈妈。哎，俊宝，妈，你这样说孩子会很伤心的。哎，苏黎那尊大佛，你去请都请不回来，我说的有差吗？你媳妇儿给你气手，你反倒教训我来了你。哎呀，那行啊，那这家里事儿啊，以后我也不管了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伯母，静轩哥他说的也是气话。哎呀，不过呀，我姐姐这次确实是太任性了。哎，你说她一个养女，还真把自己当成陆太太了。她不愿回来，她离婚就好了呗。哼，陆太太也不是非她不可。好了妈，我从未想过要离婚，也不会离婚。以后别说这种窒息话。苏黎，你怎么可能真的舍得不回来？欲擒故纵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
文助理，把太太的所有副卡都停掉吧。苏黎这次铁的心要能熬，不断了她的紫金兰一丸，说不定真的能一直闹下去。金轩哥，你这几天在外面奔波太辛苦了，你先去休息吧。伯母还有俊宝那边，我来帮你照顾。好，麻烦了。苏黎，你最好永远也不要回来，这样我就能一步步代替你融入这个家，你就算回来也晚了。陆敬轩竟然把卡停掉了，我只是没来得及换绑银行卡，他这是彻底不管暖暖了。我是做了6年全职太太，而且没有娘家人的疼爱，但是我有存款，加上之前的项目奖金和我入股学长连锁酒店的分红，大大小小都有100来万了。陆敬轩，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拿捏我？真是可笑。喂，裴律师，你好，我是苏黎。之前钟老应该跟您提过，我想要打离婚官司，请问什么时候方便详谈？我在周6回国，周末我都有时间。好，那就周日吧。好的，苏小姐，周日见。陆敬轩，该是我的东西，我绝不让步。陆总，这是最新的项目审批文件，需要您签约。太太这几天有给你发消息吗？没有，不过停卡之后，太太好像使用过一次，应该已经知道停卡的事了。知道？那怎么没给我发消息啊？好了，你先出去吧。软宝刚出生，吃穿用住月嫂阿姨样样都需要钱，卡停了，苏家也不会给他钱，他哪来的钱生活？金轩哥，姐姐今天回家了吗？俊宝这几天似乎不开心，总说家里的饭不好吃。是我多虑了。苏黎6年没有上过班，只会做饭，怎么可能赚到钱？不就是等吗？我等得起，看他能撑多久。爸爸，老师布置了手工作业，你陪我做。去找保姆阿姨，爸爸在工作。不行，老师说了，必须要爸爸妈妈一起做，平常都是妈妈陪我做，保姆阿姨不是妈妈。老师又不知道是谁做的，爸爸的工作很重要，去找刘妈。我要妈妈陪我做呗。苏黎每天都要面对这么吵闹的儿子吗？俊宝，你爸爸要赚钱，给你买玩具呢。走，小姨带你去游乐场。海燕，我要去梦幻游乐场。婉婉，麻烦你了。没事，不麻烦。我本来也很喜欢俊宝的，姐姐不在这段时间，我可以帮你带带孩子，分担一下压力。走了啊。小姨，你别玩手机了，陪我玩会儿呗。哎呀，俊宝，你自己去玩吧，小姨还有事儿呢啊。来，俊宝，先补充点能量。一会儿想玩什么呀？妈妈都陪你玩，好不好？嗯。多睡。好吧。俊宝，俊宝，
君宝，君宝，君宝，你去哪儿了？你别吓小姨啊！君宝，君宝，君宝，你去哪儿了？君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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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城哥，君宝不见了，我找一圈都没有找到，怎么办啊？要是君宝丢了，我给君宝赔命啊！什么？你别急，你是来帮苏黎，你之前没带过孩子，都是苏黎不管不顾，我让他去找孩子。君宝，裴律师，我有一儿一女，儿子的抚养权我不要了，我只要女儿的。至于夫妻共同财产，就按法律规定的办吧。走诉讼流程的话，时间可能会久一点。如果苏小姐能掌握你先生出轨的证据，可以争取到多一些赔偿。君宝，君宝，君宝！抱歉啊，我马上关机。没关系，苏小姐，今天就先到这儿吧，后续随时联系。谢谢裴律师。苏黎，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君宝不见了！怎么回事？君宝好端端怎么突然不见了呢？苏黎，你还知道接我电话？快说，君宝到底怎么了？婉婉带君宝来梦幻游乐园玩，君宝乱跑走丢了。你不是经常带着他来这家游乐园吗？现在赶紧过来！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去买个水的功夫，这一回头，君宝就不见了。你到园子里小喷泉那儿看看，他去年养的仓鼠埋在哪儿了。他每次到游乐园都要去那儿看的。走。君宝！哎呀，君宝！君宝，你吓死小姨了！我不过就是自拍了2张，这臭小孩在这乱跑，真是欠揍！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照看俊宝？婉婉都知道陪俊宝玩，她一个当小姨的比你这个当亲妈的都要贴心。贴心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俊宝走丢就是因为苏婉婉不负责任，她把人带出去，心思根本就不在俊宝身上。苏黎，就算你不喜欢婉婉，你也不能随意揣测她。要不是你耍性子不回家，俊宝怎么可能跟着小姨在游乐园走丢？苏婉婉带俊宝去1次游乐园，还把他弄丢了，这算贴心？那我之前每周带俊宝去游乐园，寸步不离的跟着，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这算什么？算你眼瞎吗？你……陆敬轩心里那杆秤早就偏向了苏婉婉，他做什么都是对，我做什么都是错。陆俊峰，妈妈有没有教过你出来玩不可以随便乱跑？我没有乱跑，我跟小姨说了，但小姨在看手机没听见。玩手机？我就是看了一眼手机，然后我以为俊宝在场地里，我就去买水了。对不起，俊轩哥，这次是我没有注意。婉婉，俊宝还小，容易乱跑，带他出门最好视线不要离开他。我知道了。爸爸，是我自己跑丢了，你不能责怪小姨，只有小姨愿意带我出来玩。抱歉，婉婉，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。没事的，金轩哥，这次是我粗心，下次一定不会了。哦，对了，姐姐什么时候来看俊宝呀？俊宝上次过敏，他不打电话也就算了，这次出了这么大事情，也不知道多关心几句。苏黎，不会真的不在乎俊宝了吧？是不是姐姐怪罪我把俊宝弄丢了，生气了？他自己耍性子不回家，没资格怪罪你。陆俊峰，以后出来玩不可以随便乱跑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要赶紧补救一下。俊宝啊，小姨给你赔罪。这样吧，下周幼儿园汇演，小姨免费去给你们拉大提琴，好不好？好，小姨的表演要花钱才能看，能来汇演，那我可太有面子了。
苏黎，你一个苏家的养女，你凭什么孩子老公相伴，其乐融融？早晚我要把属于我的都拿回来。老师，怎么了？小黎啊，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才把胃癌项目给了苏家，但是你生二胎，他们家一个人都不来，我就取消了跟他们的合作。他们竟然还找到我家里来了。他们去找您的麻烦了？倒也没什么麻烦，就是死皮赖脸的缠着我，被我给拒绝了。老师，我们研究是为了推行更多有用的治疗方案，您不用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非得选择苏家，要选择能力最强的公司。我选的接班人果然有大局观呐，他们苏家真是瞎了眼了。算了，不说他们了。对了，那个暖宝的满月宴交给我吧，在医院都认我当爷爷了，我得表示表示啊。好，听您安排。哎，婉婉呢？哦，婉婉啊，今天去参加俊宝幼儿园汇演，不回来了。那先吃饭吧，公司的事儿明天说。什么事儿啊？本来跟钟院长谈好的事情，新研发的胃癌治疗技术跟我们苏氏合作，结果那老头突然变卦，我和爸上门道歉，那老头居然给我们吃闭门羹，不就是一个搞研究的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明泽，不要意气用事，钟老有自负的资格，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研究者呀，他的背后是一整个国家重点实验室。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一脸不屑的样子。这个项目对咱们很重要啊。哎，我记得静轩跟钟老的实验室有战略合作呀，要不咱们明天去找一下小黎，让小黎去找静轩帮帮忙。我觉得行。行，吃吧吧。陆总，明天的会议安排到几点？陆总，停卡到现在，太太都没有私下找过你吗？没有。苏黎不肯服软，我女儿也跟着吃苦。取消明天的会议，我要去找苏黎。小黎，爸妈来看你了。老师刚取消跟苏家的合作，爸妈就找上门来了。6年了，他们还是只会在需要苏家的时候来找我。爸妈，进来吧。小黎呀，在这儿住的怎么样啊？哦，这是爸妈的一点心意，收着啊。拿着，给你和暖宝买点东西。不用了，爸妈，我不缺钱。你跟爸妈还客气什么呀？啊，这让你收下你就收下啊，别这么矫情。爸妈，人心也是肉长的。小的时候你们就偏心哥哥，现在苏婉婉回来了，你就偏心妹妹，这都无可厚非。毕竟我是养女嘛。可养女也是人，被你们冷漠惯了，我也是会心痛的。不过从此以后，我不想再痛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跟家里撇清关系吗？我准备跟陆静轩离婚，以后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每年过年再带暖宝回去。你知道外面多少人都盯着陆太太这个位置吗？啊，你简直是胡闹！小黎，你主动带孩子回去，跟你婆婆和静轩认个错，别受了点小委屈就把离婚挂嘴边。你从生完孩子闹到现在，你已够了啊！现在的陆家不是咱们能惹得起的。是啊，趁着现在静轩还没生气，你赶紧回去认个错啊！如果把陆家得罪了，那以后的合作难免产生嫌隙呀。爸妈，我在你们眼里到底算什么？当然是女儿啊。那你们知道我上的什么大学，读的什么专业吗？
你们从来就不在乎我，你们只想巴结陆家，每次来找我都是有求于陆敬轩。如果这次还是这样的话，那你们就回去吧，这个忙我帮不了。我们收养你，把你养大，现在你嫁进了陆家，帮苏家谋点利益，有什么不对呀？啊，这次公司跟钟教授的合作需要敬轩的帮忙，你就赶紧回去低个头认个错吧。是啊，我马上就要和陆敬轩离婚了，这个忙我帮不了。苏黎，不要因为你的个人情绪影响了公司的大事儿。我已经起诉陆敬轩了。你是我呀，婉婉。有事儿？有事儿，姐姐，之前不小心看丢俊宝是我的错，不过他显然还是更喜欢我的，不然昨天汇演之后也不会吵着让我当他的妈妈呢。那你就赶紧劝陆敬轩离婚，然后跟你扯上上岗吧。陆离，你别太得意，敬轩他迟早会厌弃你，而我才是真正的陆太太。啊？那爸妈知道你这么想当陆太太吗？怎么了？这都多大了，还在玩告状的把戏？是妈妈来了吗？算计我！婉婉，婉婉，没事吧？苏黎，你敢对婉婉动手？姐姐，你就算再讨厌我，你也不能打我呀！妹妹好心来看你，你怎么能推她呢？苏黎，你不该迁怒婉婉的。我可没推她。你，哎，算了算了，不怪姐姐，姐姐她只是心情不好。难道她一辈子心情不好，你就要哄她一辈子呀？苏黎，给婉婉道歉。要是我不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对女人动手，似乎有点不合适吧？好你个苏黎，你敢背着静轩在外面偷养男人，难怪你不回家啊！不好意思啊，他是我的离婚律师。你以为随便编个身份就能骗过我们啊？我是苏小姐的代理律师裴静默。刚刚这位先生对我和苏小姐的诽谤，我将保留起诉权。苏黎，你找这个演员演这出戏，不就是为了让我们告诉静轩，然后来哄你吗？我就不能是单纯的想离婚吗？你一个苏家的养女，离开陆家这个大树，你还能依靠谁？还想离婚？既然我说什么都不行，那就请回吧。谁稀罕来呀？爸妈，婉婉，我们走。走。爸妈，哥，要不我去找金轩哥帮忙试试？对啊，爸妈，不如就让婉婉嫁进陆家。我看啊，那苏黎就是一个抢占婉婉位置的白眼狼。说的也是，我看静轩对婉婉就挺好的，说不定有意思。哎呀妈，静轩哥他就是照顾我。爸妈，你们也来看苏黎了，他怎么样了？静轩，你觉得婉婉怎么样啊？什么意思？静轩，我妈的意思是问你想不想跟婉婉在一起。爸妈，以后别开这种玩笑。苏黎这次闹的是有些过分，但我从没有想过要跟他离婚。亏你这么念着他，他现在背着你在公寓里包养别的男人。明哲，苏黎不是这种人。我亲眼所见，哎，那个男人现在还在公寓里。是啊，哥哥不过是说了姐姐两句，那个男人就对哥哥动手，而且还把姐姐搂在怀里。不可能！我去看看。
别客气。让你看笑话了。今天来是来接户口本，需要复印一下，补充诉讼资料。户口本还在陆家呢，一会儿我让人去拿过来，给你送到律所。抱歉啊，让你白跑一趟。不会，这都是我分内的事情。老师比你还关心官司，天天问我进度。你也是钟老的学生，他一般不让人乱叫他老师的。我本科4年跟着老师辅修法学，研究生彻底转了法学专业。那就有劳钱师兄了。不客气，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为你打赢离婚官司。他是谁？苏黎，你真的抱养男人了？陆景轩，你的心能不能不要那么脏？我就不能有男性朋友吗？苏小姐，今天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他到底是谁？我说过了，男性朋友。苏黎，你最好没有背叛我。从始至终，背叛的都只有你。我跟婉婉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苏黎，既然离婚了，就该分割财产，除了户口本，其他东西我也要拿回来。喂，搬家公司吗？有吗？队长，刚才搬家公司来人把太太的个人物品都搬走了。苏黎，你怎么敢？暖宝已经睡了，你发什么疯啊？你把家里搬空是什么意思？你想跟我分居吗？不然呢？你冻结我的副卡不也是这个意思吗？别闹了，只要你带孩子回去，我可以解冻所有的副卡，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当初执意要生女儿的是你，现在视而不见的也是你。如果你是来可怜我的，那请你管，我不用你的卡也能养活我女儿。苏黎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离婚？不可能。那没什么好谈的。从小到大，我在苏家都是透明人般的存在。我以为是我不够努力，得不到家人喜爱，后来才发现，是我不属于这个家。陆敬轩无意把我拉出深渊，我却将他当成唯一的救赎。我嫁给他那天，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。我们只是家族联姻，我不会爱上任何人。没关系，我会让你爱上我的。我食言了，我没能让陆敬轩爱上我，太食言了，爱上了真正的公主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两不相欠，放过彼此吧。相敬如宾的日子，明明已经过了6年，苏黎怎么突然变了性子，如此无理取闹？小黎呀，暖宝的满月宴已经安排好了，到时候你直接来吧。还好不是孤身一人，
我还有爱我的老师，师哥师姐们。师哥师姐，好久不见，谢谢你们能来参加我女儿的满月宴。好久不见，师妹，好久不见呀！哇塞，宝宝好可爱呀！你看这个鼻子，确实跟小丽很像，是不是？还有这个眼睛，真好看，太漂亮了。我们小丽也是和6年前一样漂亮，没有变化呢。多谢师妹的开地研究，让我们完成了胃癌项目。师姐，你终于醒悟了，现在回来还不算晚。不算太晚。暖宝困了，我带他去包间睡。老师什么时候来？老师的小孙女在隔壁举办升学宴，露个脸就来。那我正好去接老师。还是婉婉厉害啊，居然让静轩搞到了2张邀请函。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，拿下胃癌项目。你好，钟老，我是苏氏集团的苏青山，咱们以前有过合作的。是吗？不记得了。对，这个钟老怎么有点眼熟？钟老你好，我是陆氏集团的总裁陆敬轩，我们集团旗下的生物公司跟贵校一直有合作。跟我们合作的公司多了，谁请你来的，你找谁谈去。再不过去，小丽该等急了。让开，我还有事儿。静轩，他居然连你的面子都不给。这一次看来是彻底没希望了。苏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月子终于做完了呀。苏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月子终于做完了呀。哎，那老头无视我就算了，苏黎他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无视我？里面是钟家小孙女的升学宴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让开，我要进去找人。苏黎，我知道你是来找我的，有什么事我们回去说。找你？陆景轩，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的女人都应该为你倾倒啊？我不想跟你在这里吵架。这儿不是你胡闹的地方，快跟静轩回家。要回去，嫌你们自费。苏黎，你别蹬别的上啊！当了6年的豪门太太，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们苏家对你仁至义尽了。要不是爸当年把你捡回来，你现在不知道在哪吃苦呢。如果有选择权，我宁愿爸当年不生养我。如果可以再来一次，我当初也绝对不会嫁给。苏黎，别任性，里面没有邀请函进不去，给我回家。你根本就不了解我，你怎么知道我就进不去？我们自有相识，你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你不知道的多了。干什么？三，你们为什么缠着小林？钟老，你认识他？苏黎出院那天去看他的老人，竟然是钟老，这怎么可能？小黎，别跟他们废话，咱们走。陆敬轩，法院传票过不了几天就会送到，自然会证明一切。钟老你好，我是苏黎的父亲。我们苏氏跟贵实验室合作的那个胃癌项目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改正它。对，可以改正。小黎，这几个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听到了没有？他不认识你们，别乱人心。咱们走，拆开。苏黎真是有能耐了，爸，我就说他是个喂不熟的配偶。爸，我记得苏黎之前是燕大的，你知道他学的什么专业吗？这好像是踩着分数线上的一个什么新闻学，这不可能认识医学系的钟老啊，肯定是有人结识的。哎，说不定就是之前那个离婚律师，这有可能。律师？是啊，
他之前有一个离婚律师，还办了一个假的律师证。有名字吗？叫什么？好像叫什么裴静默。今天是没了。苏黎一直闹离婚，说不定真的请了律师。调查一下裴静默，尽快。哎呦，你提那个人干嘛呀？这个胃癌项目已经黄了，如果再得罪了静轩，静轩要是迁怒苏家的话，咱们苏家可就完蛋了。爸，苏黎就是一个喂不熟的白眼狼，现在当下之急就是让静轩跟他离婚，让婉婉嫁进他们家。唉，如果真到那一天的话，只能用婉婉保住陆家这个靠山了。太欺负人了！暖宝的满月都不知道，还好意思说是你们家人？老师，别气了，别气了，我都已经不在乎他们了，只要有您和师哥师姐在就够了。您孙女的升学宴，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，这个是我一点心意。哎，这是干什么？心意我领了，这个钱呢，就让暖宝先替我攒着，再推辞我可生气了。那就谢谢老师了。小黎呀，你这也出月子了，实验室的工位都给你收拾好了。知道了，老师，我正在熟悉项目，等法院的传票一送到，我就回去上班。哎，好，走，进去。陆总，这是裴新墨调查结果。这么难？裴新墨是裴氏三公子，调查资料有限，只能查到他本科是钟教授的学生，毕业后出国了，今年才回国。裴家的地位比陆家高，裴金墨又是钟老的学生，真的是他带苏黎结识了钟老，谎称离婚律师，也是他做给我看的。还要深入调查吗？继续查的话，可能会惊动裴家。不用了。苏黎，这场闹剧你打算闹到什么时候？儿子，那个贱女人是不是偷偷给我孙女过满月了？妈，你说什么？你看看，李太太参加钟家宴会的时候拍到的照片，那女人是不是苏黎？名字也是我孙女的。咱们走。今天暖宝满月，他怎么能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？把我陆家脸往哪搁呀？那些豪门太太还等着喝我孙女满月酒呢，必须我重新办一次。满月宴我来安排，苏黎这次的确是过分了。我这造的什么孽呀！我这是，我摊上这么个儿媳妇儿。这周六我女儿满月宴，订帝都酒店最豪华的宴会厅，请帖也发出去。苏黎，这周六我让人去接你和暖宝，给女儿办满月宴。你还知道今天是暖宝满月啊？满月宴已经办过了，不用你操心。我这个父亲没到场，算什么满月宴？你不配做他的父亲，暖宝也不需要充满形式的满月宴。我是在通知你，你闹分居我可以纵着你，但这次由不得你胡闹。反正我是不会去的，你要是不嫌丢人，那你就办吧。至于我是不是胡闹，过几天你就知道。裴律师，法院的传票什么时候能到？周六。到时候直接送去宴会厅。我要给陆静轩他们一个大惊喜。哎，爸爸，你刚才是在跟妈妈吵架吗？没有吵架，爸爸是在和妈妈商量妹妹的满月宴。可是都1个多月了，妈妈还是不愿意回家，也不给我打电话。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？等过完妹妹的满月宴，妈妈就和妹妹一起回家。妈妈很爱你，不会不要你的。
妈妈在肚子里面辛苦孕育我们10个月，照顾陪伴我们长大，是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，所以我们也要爱妈妈。小朋友们，今天放学回去给妈妈洗一次脚，好不好？好。不好。君木小朋友，怎么了？是妈妈没在家吗？我讨厌妈妈，我才不给她洗脚。廖老师，怎么了？俊峰妈妈，最近有空吗？能不能来幼儿园一趟？俊峰小朋友呢，最近情绪不稳定，还和其他的小朋友闹矛盾，我想跟你谈谈孩子的心理问题。廖老师，我最近打算和俊宝的爸爸离婚，以后我会让他多关注的。有什么事情，麻烦以后直接联系他爸爸。俊峰妈妈，成年人的矛盾呢，忍一下就过去了，孩子还小，千万别轻易离婚啊。廖老师，只有刀挨到自己身上，才知道有多痛。我已经忍够了。苏黎来求和的，总算是闹够了。陆敬轩，俊宝最近情绪失控，你知道吗？你欲擒故纵的手段越来越高了，用儿子的话题来求和是吗？老师的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，你有空去趟幼儿园。我来是想告诉你，以后俊宝的事儿我不会再管。你1个月不管儿子，偷偷给女儿办满月宴，现在还来说这些，你真就这么狠心？我是想让你提前适应，离婚以后儿子归你，暖暖的事我也不会瞒着你，懂了吗？苏黎，不要随随便便拿离婚来威胁我，真离了，后悔的只能是你自己。我不会后悔，3天之后，我就会让你看到我的决心。石头剪刀布，再来，俊宝，最近在幼儿园不开心啊？爸爸，你真的要和妈妈离婚吗？那你可以跟小姨结婚吗？左俊峰，小姨是你妈妈的妹妹，我不会娶你小姨。再敢说话，罚你不许吃饭。季轩，俊宝他只是开玩笑的。以后不准再说这种话，听到没有？爸爸妈妈不会离婚，周6就能见到妈妈和妹妹了，别乱想。该死的苏黎，满月宴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来啦，雅珍，你的孙女也叫熙然呢，真好听啊！对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雅珍，恭喜啊！丽兰，苏黎偷办满月宴的事你知道了吧？你女儿可把我害惨了。雅珍，你先消消气，等苏黎到了，我一定好好教训她。苏黎今天必须得给我个说法。没问题。这时间也不早了，苏黎怎么还不来啊？他说不来了呀？已经派人去接他了，我打电话问了。陆总，夫人说什么也不肯过去。把电话给他。陆建轩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你要是不嫌丢人，你就办吧，反正我是不会去的。苏黎，你适可而止，爸妈和客人都到了，今天燕城上流圈大半的人都在，现在马上过来。哟，那么多人都在呀，那正好，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啊，马上要送到，你们就一起见证吧。什么惊喜？陆敬轩，从今天起，你就会成为整个燕城的笑柄。陆敬轩先生是哪位？啊？是我。什么事？有法院给你的文件快递。法院给你寄快递干什么呀？什么？苏黎竟然敢起诉你闹离婚？
陆家孙女的满月宴，陆夫人却没有来，反而收到一张离婚传票，这不是在打陆家人的脸吗？李兰，看你哥你干的好事儿！苏黎疯了！晋轩哥，苏黎姐真是太过分了！晋轩哥，你去哪？你去找苏黎。苏黎，我一遍遍容忍你，你却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当众打我的脸，真是好大一个惊喜啊！啊！我靠！苏黎。护士说，晋轩哥出事第一时间就已经被送到医院了，一定不会有事的啊！都怪那个苏黎，都是他害得我儿子出了车祸，我儿子有个3长2短，我饶不了他。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病人现在情况非常危险，多处肋骨严重骨折，需要紧急手术。家属签下手术同意书啊。默默，下车！默默。儿子，默默，妈妈，都怪你，害得妈妈快死了！爸爸怎么了？奶奶说，女孩子爸爸出车祸了，我再也不喜欢你了。陆景轩收到传票接受不了，在来找我的路上出车祸了。你爸爸现在人在哪儿？在燕京医院吗？喂，尹伯伯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做个手术？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您放心，这位是我们燕京医院的外科圣手尹教授，这次多亏了他，手术非常成功。谢谢你啊，尹教授，非常感谢你，谢谢啊。放心吧。太好了。小黎，这么小的手术也值得你尹伯伯出手，你不会是对那个渣男还念念不忘吧？放心吧，老师，我只是不想让君宝失去父亲。这倒也是。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明天先去医院看看吧。如果他愿意协议离婚，那我也不必继续起诉。景轩哥，你醒了，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的？没有。妈，哎，苏黎她……哎呀，找回好好躺着吧！你提那个贱人干什么呀？要不是尹教授给你做手术啊，你现在还躺在床上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醒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赶快让那个贱人净身出户，滚出我们陆家！尹教授给我做的手术。对，尹教授听说你要做手术，立刻就赶来医务室，保证手术的万无一失。苏黎，别任性！你们没有邀请函，你进不去，你跟我回家！你根本就不了解我，你怎么知道我就进不去？我们自有相识，你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你知道的还少。我和尹教授根本没有交情，难道是苏黎请来的？好，可以。恢复的不错，很快就可以出院了。多亏您亲自操刀，谢谢。我也就受人所托。是苏黎吗？是的。苏黎果然还喜欢我，嘴硬心软。小黎就是为了他放弃了事业6年。
季轩哥，你说苏黎姐害得你出车祸，你到现在她都没有看你，看起来啊，她真是不在乎你。车祸是我开车不小心导致，怪他。可恶，苏黎都闹成这样了，静轩怎么还护着她？来，季轩哥，苹果削好了，我来喂你吧。不用了，婉婉，我胳膊没问题，可以自己吃。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，打扰你们的浓情蜜意。不好意思，姐姐，我只是在喂静轩哥吃苹果而已。杜静轩，你伤的不是肋骨吗？怎么手动不了了？婉婉只是好心，无所谓，不重要了。麻烦你出去待一会儿。苏黎，注意你的态度。没关系的，静轩哥，我去给你接杯水吧。坐。法院的传票你应该已经收到了吧？把这个签了，我们可以和平低调的离婚，否则就法院见吧。谢谢。我好歹也在鬼门关走一走，你还不满意吗？难道你觉得一场车祸就能抵消我6年来受到的不公和冷淡？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心默。因为你，我受够了你的冷漠和忽视。杜景轩，爱你太累了，我爱不动，我放过你，请你放过我。我的忍耐是有限的，尽快做决定。不能给我的，请完整给他。轩哥，我跟伯母说过了，今天晚上我来照顾你。不用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这几天你都不用来了，免得苏黎误会。好吧，我是绝对不会签字的。一定是苏黎说了什么，庆轩才会冷落我。苏黎，你给我等着！苏黎，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不知好歹的女儿？妈，别叫我妈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托了婉婉和静轩的福，金正和珍惜，还害陆家丢人，静轩出车祸，赶紧赔罪道歉！你笑什么呀？妈，你终于肯说真心话了，感谢你和我爸这是把你的养育之恩，抚养费我会还给你们的。从今往后，我就不再是苏家的女儿。你个不孝女，你竟然敢跟苏烈断亲！我们陆家没有你这样的儿媳妇儿，赶快给我滚！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字了，你还是好好劝劝你儿子。哎，你个不孝女，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老师，我的事情处理完了，下周一就回去上班。雅珍，雅珍，你别生气，苏黎本来就是个赝品，我让我们家婉婉嫁进陆家。婉婉啊，善良孝顺，比那个苏黎强100倍。哎，我早就想要婉婉嫁进来了。原来伯母这么喜欢我，
不如先拿下伯母，只要伯母非我不可，静轩迟早会娶我。还好，不烧了，我去给你熬点粥吧。曾经我发烧，苏黎衣不解带的照顾我一整夜。现在我做手术，他却扔下一份离婚协议。他真的不爱我了。苏黎，儿子，今天感觉好点了没？我跟你说啊，你有空的时候啊，重写一份离婚协议。苏黎使的那份儿，不仅要抢走你一半的不动产，还要抢走孙女的抚养权。哎呀，我看他真是痴心妄想。孩子不满2岁，法院会优先判给母亲。你是不知道，苏黎昨天啊被他妈扇了一巴掌。哎呀，他就要跟他妈断亲。我孙女在他身边，我真是不放心呐。岳母对苏黎出手了。啊，对呀，怎么了？按理出院。温助理，联系一个律师，申请延期开庭。开庭延期，法院说被传唤人多处骨折，要休养100天。休养100天？休养100天？亏他想不出来。来签离婚协议吗？我来看看女儿。妈妈已经睡了，下次再来吧。你要是真的为他好，你就赶紧签字。苏黎，现在好像一只刺猬，我一靠近，你就用刺对着我。我只是不想再给你伤害我的机会。明天我还要上班，放手。希望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你的骨折已经好了，不要耽误庭审。6年了，我又回来了。没想到学校还留着我的照片。师妹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方师哥，新开的肿瘤免疫治疗项目，你熟悉的怎么样了？我把你报上去。好。方师兄，下半年肿瘤项目可是重点呐，你怎么能让一个6年没进过实验室的女人来接这个活呢？裴子毅，这是你苏黎师姐，你放尊重点。师哥，别这么凶嘛。师弟在用我写的材料，应该是我的粉丝吧？我才不是，这小子测算结果出错，熬了2个通宵还没找出来问题，所以有点暴躁，别理他。第2步就错了，用我材料里第9章第1小节的公式试试。原来是这样，谢谢师姐。什么？谢谢师姐，早上是我错了。我下班了，早点赶快回去休息。好。哎呀，还是你呀，孝顺懂事儿。不，你要是我儿媳妇儿就好了。哎呀，伯母，其实我也很喜欢金轩哥的。真的？哎呀，我还以为啊，你不喜欢静轩呢。呀，那不是姐姐吗？苏黎，见到我连个招呼都不打是不是？你还没和儿子离婚，你想干嘛呀你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你休想走，非得好好教育教育你。姐姐，别拉我们！
姐，你怎么能推倒伯母呢？她可是你婆婆呀！我可没碰她。怎么这样？哎，我好难受，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打晕伯母？喂，你好，120吗？这里是国际购物中心的北门，有人晕倒了，麻烦赶紧过来一看。让！病人现在什么情况？呼吸微弱，颈动脉怒张，下肢水肿，昏迷了大概有10分钟左右，应该是心包积液。你走开！你不要冒充急救人员。不，他说的没错，的确是心包积液，可病人血压过低，送医院也来不及了。现在做心包穿刺还来得及，麻烦你们帮我疏散一下人群，准备穿刺针。你是？我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员，之前在心血管和外科做过心包穿刺。好。冒充急救人员可是犯法，做什么穿刺？苏黎，你想害死伯母吗？闭嘴！要是再耽误时间，妈就真的被你害死了。让！苏黎，你冒充医生妨碍急救，你这是谋杀！穿刺成功，血压回升了。赶快送医院。病人已经无碍了，幸好心包穿刺做得及时，不然就算送过来也无济于事了。没事就好。苏黎怎么可能会医？一定是碰巧。还好我拍了视频，有他害伯母的证据。金轩哥，伯母在街上被姐姐当众打晕，已经进抢救室了。婉婉，我妈怎么样了？金轩哥，幸亏伯母抢救及时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那就好。你刚才说苏黎打了我妈？对呀，我都录下来了，证据确凿。妈，我说怎么了？伯母，你在街上被姐姐打晕了，她还发了医护人员救你，幸亏最后抢救及时。啊！那个贱人，她是想杀了我吗？啊！妈，这件事情我会找他问清楚。如果真如婉婉所说，我会给您一个交代。静轩竟然不相信我，看来必须天尽猛料，让苏黎彻底身败名裂。我要你曝光这个视频，标题就写儿媳妇当街殴打婆婆，阻碍救援，意图谋杀。事成之后啊，我再给你剩下100万。行，包在我身上。这不是热搜上那个谋杀婆婆的女人吗？竟然是我们学校的！呸！人面兽心，就是谋杀婆婆，我。师妹，有人买热搜污蔑你，你是在救人吧？他们今天电脑黑白说你谋杀。哦，原来是苏婉婉。你放心吧，老师已经知道这件事了，会联系学校还你清白的。我没事，你去忙吧。苏黎，陆景轩，我明确的告诉你，我没有对你妈动手，我也没有要害她，我是在救她。不信算了，我早该习惯的。你从来都不会这样。你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？医学专业，信吗？
我信你是在救我妈，是婉婉误会。哪来的什么误会？一切都是他算计好的，是他在挑拨离间。婉婉性格单纯，她不可能做这种事。瞎猜日常，百年好合吧。文助理，查一下昨天有没有人拍到现场情况。这热搜不是纯胡扯吗？要不是儿媳妇及时给婆婆做心包穿刺，这婆婆送来医院也没救了。等等，什么热搜？就这个热搜第一，儿媳妇谋杀婆婆。婉婉拍的视频怎么会发布到网上？难道苏黎说的是真的？马上把热搜撤掉。婉婉，网上的热搜是你发布的？不是我也不知道视频是怎么泄露的，已经联系哥哥撤热搜了。真的不是你吗？婉婉，想不到太太竟然是这种人，竟然打晕婆婆，意图谋杀。嘘，别讨论豪门女性，小心工作担保。小姨，奶奶真的被妈妈打晕了吗？你妈妈她可能是不小心的。我讨厌妈妈！我要把妈妈塞到耳朵里，谁能忍住？这是我最喜欢的生日礼物，再也不喜欢了。我对俊博的爱，终究给这些玩具一个下场，彻底删了。太好了，师妹，学校放出你救人的监控视频和实验室证件了，替你伸冤了。这次多亏了老师。是。我瞎了眼跟一个不爱我的人纠缠6年，以后我会不遗余力的报答真心待我的人。哥哥，姐姐虽然一直都在骗我们，她是医学系的，还在钟老的实验室上班。我已经查清楚了，那个律师是裴氏三公子，他就是个走后门的。啊？姐姐竟然是这种人啊！我现在就找律师曝光他。苏黎，走关系进国家实验室可是要坐牢的。苏女士，有人举报你走关系进实验室，是真的吗？苏女士，请问你的证件是伪造的吗？苏黎，我劝你早点辞职吧，事情闹大了，对谁都不好。我凭本事进来的，凭什么让我辞职？请苏小姐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。这是咱们学校的优秀的排行榜啊。总之啊，陆总，感谢您给学校捐赠的3栋教学楼啊。不客气，孙校长。这是苏黎。是啊，苏黎啊，是高分入到我校医学院的优秀人才。前2天还在校外用心包穿刺救了条人命呢。这怎么可能？是婉婉害的吧？苏黎才是对的。是啊，我的问题。哎，陆总，请苏小姐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。我没有义务回答你们的问题，你们再这样的话，我就报警了。怎么了？不敢承认啊？你当了6年的全职太太，不走后门，你靠什么进入这个实验室？苏明泽，苏黎是你妹妹，你在闹什么？金轩，你不要被他骗了，他是靠裴氏三公子才进入这个实验室的。胡说！
小黎是我选的人，是经过重重考核考进来的。苏黎是以专业分数第1的成绩进入的医学院，本科4年成绩名列前茅。届时学校官网会公布苏黎的成绩，你们可以随意取证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麻烦你让开。苏黎，是我错了，跟我回去吧。你想干什么？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小黎是不会跟你复合的。老师，崔校长，我先下班。曾经的苏黎竟如此耀眼，为了我放弃大好前途，而我却冷落他整整6年。苏婉婉回来了。婉婉小姐带小少爷上楼，小少爷刚去花园了，婉婉小姐还没有下来。先生，我觉得婉婉小姐对小少爷人前人后差别很大。苏婉婉对俊宝的好，竟然也是装出来的。以后别让他接触俊宝。说好的热搜挂3天，才1天就没有水花了，你还想要尾款？你做梦去吧你！苏明才也是个废物，想要坐上陆太太的位置，还得靠你自己才行。哪来的什么误会？一切都是他算计好的，是他在挑拨离间。苏婉婉，你敢把我当傻子说？季轩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俊宝不需要你照顾了，回去吧。我刚才是在打电话，我没有注意到俊宝。静轩今天是怎么了？爸爸，我妈妈是医生吗？为什么她总说是妈妈救了奶奶？你妈妈是优秀的医学研究员，救过奶奶和我的命。哇，妈妈好厉害！可是我昨天把妈妈送给我的玩具都扔了，说妈妈生气了。为什么要扔掉？因为小姨说是妈妈打晕的奶奶。你小姨才是坏人，故意挑唆妈妈和你的关系，以后别和她来往。是小姨让妈妈不要我的，我再也不要让小姨当妈妈了，我要妈妈。别哭，我也惹妈妈生气了。明天我们一起找妈妈道歉。妈妈，我和爸爸是来道歉的。道歉？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扔掉你送的玩具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俊宝，丢掉的玩具还会回来吗？不会，但妈妈还可以给我买。新买的玩具也不会跟旧的一样，妈妈也是。我儿子已经把苏黎伤透了，要挽回他，只能慢慢来。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暖宝？刚睡着，下次吧。上次你也这么说。静轩，婉婉被网暴，受不了割腕了，你能不能来医院看看？这么严重啊？那还不赶紧去看看？割腕就去看医生，我去看有什么用？闹别扭了？之前他崴个脚，你都上访去伺候。以后不会了。妈妈，我能进去看看妹妹吗？不可以，这样会吵醒妹妹。好吧，那我下次再来。妈，是苏婉婉害你摔倒昏迷的，幸亏苏黎抢救及时，你才能平安无事，这是正确。
他就是想嫁进陆家，故意污蔑苏黎，对你和俊宝的好也是装的。这个苏家没个好东西！妈，苏黎就是被你给气走的。哼，还不是因为他脾气大。我准备把他哄回来，以后你就别为难他了。小黎啊，今天晚上跟我去参加一个慈善晚宴，这是你师娘给你准备的礼服。谢谢师娘。哥，清轩他是不是讨厌我了？清轩可能在忙，肯定不会故意冷落你的。今晚的慈善晚宴，哥帮你成为真正的陆家太太。抱歉，之前是我误会苏黎了。你该道歉的不是我。清轩哥，钟教授来了。钟教授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我最优秀的学生苏黎，新开的肿瘤免疫治疗项目由他负责。苏小姐真是年轻有为啊！过奖。行，请了。苏黎，苏黎，以前是我错了，我再也不会听信苏婉婉的话，以后也不会跟她有任何关系。陆敬轩，你该不会以为你跟我说这些话，我就会改变主意不跟你离婚吧？你要是痊愈了，那就去开庭。清轩哥，清轩哥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？苏婉婉，清轩哥，要不然我扶你到楼上休息吧。我开！别碰我！清轩怎么会这么跟我说话？一定是被药物影响的。苏黎，你怎么了？我好热，脸给我好好。你放开我！我不放，你是我老婆。你给我清醒一点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。你放我下来！你要发疯，你找别人发疯去！不离婚。该死的，便宜苏黎了。你别动，你中药了。别不管我，别不管我。
陈叔，陆静轩中药了，你带他回去找私人医生看一下吧。幸亏处理的及时，服用的催情剂散了大半，休息1晚就没事了。你出去吧。您要是感到不适，随时叫我。苏黎就这么讨厌我吗？宁愿打晕我叫医生，也不愿意碰我。把慈善晚宴的监控调出来，发给我。到底是谁给我下药？陆静轩，你清醒了？对不起啊，我是被人下药了才冒犯你，已经在调查。醒了就好好休息，我要睡觉了。抱歉，之前是我误会苏黎了。静轩哥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？苏明泽、苏婉婉竟然联合起来戏弄我！静轩，我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你没接，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。苏黎没留下过夜。不是你联合苏明泽给我下药的吗？你中药了？够了！你装可怜，算计身边所有人，你还想演到什么时候？没有，静轩怎么会知道我在演？苏婉婉，你别妄想夺利，不配！可是该跟你结婚的人不应该是我吗？苏黎一个赝品，她才是不配。苏黎即便是养女，她也是我唯一的妻子，还不把她轰出去！伯母和俊宝还喜欢我，我还没有输，陆太太只能是我的。苏黎，昨天是苏婉婉和苏明泽给我下的药，我已经警告过他们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准备把俊宝接到乐亭华府，你把暖宝也接过来，以后就我们一家4口住，好不好？难道你觉得我跟你离婚，不想回家是因为你妈？对不起，以前冷落你是我的错，我以后一定会站在你这边。我爱，回来吧。陆静轩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不稀罕你的爱。曾经我是渴望过你的爱，但现在你的爱对我来说一文不值。苏黎，我该怎么挽回你？裴律师，真的没有办法撤销延期，直接开庭吗？抱歉，陆先生提交的医院证明很充足，只能等3个月后，或者双方直接签订离婚协议。只要是他亲手签的，都可以吗？嗯，好的，谢谢裴律师。骗签也算签吧。
太太，陆总还有半个小时结束会议，您在这儿稍等一会儿。好，你先去忙吧。上一次我来这儿等陆静轩的时候，怀有7个月身孕，结果被他忘了。这一次，半小时后再不来，别怪我翻脸。苏黎，你找我？我们约法3章，你在这上面签字，以后就能见暖宝。好。等等，我再看看。你是专程过来骗我签离婚协议的？你是专程过来骗我签离婚协议的？是又怎么样？你能使手段拖延开庭，我就不能去骗你签字吗？苏黎，你真的不喜欢我了吗？真的。不要离婚。算我求你，我会让你重新喜欢上我的。陆静轩，你惺惺作态给谁看呢？暖宝需要爸爸。不需要，我一个人照样能把他养得很好。你先算了，3个月后法院见。苏黎，对，还有3个月时间，约定华府的房子已经打扫好了，今天就搬过去。爸爸，搬家以后就可以经常看妈妈和妹妹了吗？对，新房子离妈妈的公寓近，方便去看妹妹。那太好了。陆金轩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吗？你要出去住，你自己去住去，把俊宝给我留下。妈，我周末会把他送回来。奶奶，俊宝是去哄妈妈回家。如果你想我了，就打视频了。跟苏黎你们出去住去吧你。俊宝，你周末记得回来看我呀。嗯。伯母，你身体肤色怎么样？我特意给您带了点补品。你送的东西，我可不敢吃。来人，送客。哎呀，伯母，我跟建轩哥是有点误会，我今天来呀，就是找他解释的。哼！苏小姐，请吧。先生和小少爷昨天都已经搬出去了。搬走了？搬去哪了？不清楚。怎么回事？俊宝拉黑我了，差点忘了，俊宝在学校。俊宝，俊宝，你告诉小姨，你跟爸爸现在住哪儿啊？不行。怎么了？你现在最爱的难道不是小姨吗？现在不喜欢了，小姨是坏人，我喜欢妈妈。这样吧，小姨带你去游乐场好不好？走。
不行，我还不能去，司机叔叔还在等我。小张，那个是谁啊？哈哈哈哈哈！赌了那么多钱没让我逮到你，今天终于让我逮到你了，小崽子！老实，走。好嘞，大哥。哈哈哈哈！怎么了，刘叔？副总，小少爷在学校失踪了。什么？立刻报警！你儿子和你心爱的女人在我手上，2个小时后拿5000万现金到指定地，你亲自过来，否则有撕票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小崽子，说话！爸爸救命啊！静璇，你快来救救我和君宝！别动我儿子！地址发给你了，尽快凑齐现金。苏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哎，你说你老公是来救你啊，还是救你那儿子和小三儿？不用急，不管他会不会来救我，你都不会杀我。你认识我，对吧？别想着套我话，他不来你就死定了。来，喝水。哎，小脾气还挺倔啊。红人村距离近，城郊距离太远，我们建议先去救孩子，不然的话两边都救不了。听到了没有？先救救君宝，我大孙子不能出事啊！是啊，老稳和君宝离得近，静轩，你就别再犹豫了。放心，我们会派特警在城郊暗中监视，情况不对的话，我们会及时出手。先去红人村。苏黎，等我。君宝，不许动！君宝，君宝，走，君宝，你跟警察叔叔先回去，爸爸要救妈妈。张哥，谢谢你来救我和俊宝。滚开！再敢拐走俊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还有半个小时，苏黎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时间到，可惜啊，你老公没有选择你。我还真小看你了，可惜你跑不掉的。给我走！苏黎，苏黎，不可能！
苏黎不会死的，苏黎不会死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陆先生，特警没有发现任何人出去，请你节哀。陆总，不好了，肖小姐失踪了。景轩，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对不起，是我害了苏黎。小丽遇到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小丽，小丽，抱歉啊，老师，让您担心了。我没事，只是找到了家人，准备出国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肿瘤项目我会整理好之后发给师哥的。您放心，我出了国也会坚定自己的梦想和事业。等我安定下来之后再联系您。好，我等你。至于陆敬轩，就让他以为我死了吧。苏黎，我是你舅舅，这是鉴定报告和离家的资料。当年你妈被渣男骗婚，生下你之后就去世了。后来你沦落到孤儿院，被苏家领养。这么多年，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你，就是不想让你再走他的老路，所以才出此下策，让你对那渣男失望，跟他断干净。就算你们不这么做，我也不会跟他复合。苏黎，这些年你辛苦了，回来吧。你外公在米国等你，我们会支持你的事业，给你一个家。但我女儿还在公寓，一起接回去。我再也没有妈妈和妹妹了。君宝乖，你爸爸呀会找到你妹妹的啊。陆景轩先生吗？请问您和苏黎的离婚官司这周5开庭可以吗？是不是我早点和苏黎离婚，让何南宝就不会出事？都怪我。老师，新项目的开题已经发给你了，您觉得怎么样？不错，很有研究价值。什么时候回国详谈？机票已经买好了，明天就回去。3年了，是时候回去了。妈，不用说了，我是不会去相信的。你总不能为苏黎守一辈子吧？是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交往。对不起啊，叔叔，暖宝在找妈妈。你叫暖宝？你今年几岁了？我爸今年4岁。那你大名叫什么？我叫于小暖。我真是疯了，这怎么可能是我女儿？我女儿叫苏熙然，今年才3岁。暖宝看到妈妈了，叔叔再见。暖宝，我妈妈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人多的地方不准乱跑？
就是说妈妈一个人养我很辛苦，妈妈就给妈妈买糖果。我爱女儿的宝，你就是妈妈最好的糖果。苏黎，